大家好，这里是宋说西语啊。随着印度的月船3号着陆器今天登陆月球南极，那印度月球的探测史将翻开新的一页。这不仅关系到印度实现月球软着陆的成果，也将检验印度航天工业的综合实力。这是在印度安德拉邦的萨蒂什达万航天中心月船3号就是7月14号在这里呢发射升空。过去几周韩国的这个室温超导研究 LK99 呢，这个新闻引爆网络是吧，出了大风头。实际上呢，还有好几个重大的科技成果。由于这个 LK99 因为它的这个火没有引起注意，一个就是月球南极的这个登陆的这个争夺战，另外一个呢就是著名的抗癌药 AOH1996，这些都是非凡的成就。今晚稍晚我们会给大家介绍这个 AOH1996 一种更广泛的这个抗癌药物的进展。现在看起来在月球南极的这个登陆战中呢，俄罗斯的 Lunar 25就是月球25号探测器呢首先出局了。大家知道，就在前几天，俄罗斯47年来首次月球探测任务失败了。当时LK99 的报道呢，占用了我们大量时间，没给大家介绍。今天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个登月的话题月球25号就是俄罗斯那个着陆器呢，是在进入月球前准备环绕这个轨道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当时呢是失控撞向了月球表面，这就凸显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航天实力的这个下降那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表示呢，20号就是当时格林威治时间11点57分和月球25号失去联系，就是 Lunar 25。本来这个将在23号就是今天实现软着陆，和印度在争夺首次登陆南极的这个时间。但是他们的专家也会调查这个失败原因。所以俄罗斯这次发射是俄罗斯时隔不是47年之后的首次发射嘛。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中登陆月球南极本来可以让俄罗斯呢增加信心，寄予厚望，重返这个月球大国的这么一个竞赛，提振国民信心是吧？但一切都成了泡影当然俄罗斯可能还要面对更多的破灭的肥皂泡。就在月球25失败后几天，印度的月船3号稳步环绕月球轨道，准备月球南极的软着陆。就在今天我们就能知道印度的这个飞船是否会首个到达月球的南极现在这个画面是我们模拟的印度登月的画面。这个航天器呢确实就是月球的印度的月船3号，我们取了它这么一个角度，那么合成了月球的这个 3D 的图像，做了这么一个画面那实际上在印度全国都在期待的这个登陆。就在今天我们就能知道印度的这个飞船是否会是首个到达月球南极的探测器，完成这个历史性突破。我本来是想在录视频的时候呢同时呢看着这个他们登陆的直播知道第一消息。实际上呢现在这个 delay 了，延续就是往后延迟了那么不管它能否登陆成功，我们都本着一个中立的观点给大家介绍这次印度登月的这个消息印度能不能完成这个历史性突破呢？现在印度全国都在等待这个欢庆的时刻，但也可能这次登陆呢会失败，黯然无语这么一个时刻。那么月球这个登陆的飞船叫Chandrayaan这是一个梵文词汇，它有2个字组成。这个 Chandra 就是月亮，Yaan 呢是载具和飞行器，所以 Chandrayaan 的意思就是月球飞行器就是所以简称叫月球飞船那大家知道实际上各大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月亮的神话故事印度也不例外。上面那个月亮那个词 Chandra 它就是印度月神的称号。在印度教的文献中月亮呢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神邸这个最初月亮被称为索玛索玛呢是一种神圣的饮料，它的拟人化。那在吠陀经中索玛被称颂为植物和森林之王河流和大地之王，众神之父。后来呢索玛逐渐被认为是月亮之神 Chandra 事实上实现月球探测是
印度航天计划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08年印度就成功发射了首个月球探测器月船1号对月球进行了详细的勘测但在2013年印度发射的月船2号遭遇了部分失败，着陆器和月球车均未成功登陆这一次呢，月船3号的发射呢，就是在前2次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以便实现这个月球的软着陆。虽然印度的首次这个月球探索相比美国晚了大概50年，相比苏联呢晚了大概49年，比中国也晚了1年，但总的来说还算是顺利的，因为在过去50年的月球探索历史上共进行过大概130次左右的发射中呢，成功率还不到50%。那当然，月球3号在本月14号发射升空，包含着陆器叫维克拉姆号和月球车 Pragyan， 搭载了很多科学仪器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印度选择了月球南极作为着陆点，就现在我们视频中的画面，因为那里呢被认为可能存在冰冻水的资源，具有重大的这个科研价值。如果一切顺利航天器将在今天稍晚时候呢登月，并开展这个勘测任务。月球车呢也将被弹出在月球周边进行活动。那印度航天研究组织说呢，整个登月过程会进行直播。如果月球探测这个计划成功印度将大大提高它的航天的这个实力和国际地位，并将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中国之后第4个独立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并将是第1个登陆月球南极。这只能说我们拭目以待了，看看印度人能否改写这个航天历史。实际上在过去20多年印度航天工业的进展还是比较迅速的。我们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宣传画。那关于这次印度发射的火箭图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片给大家看看。当我看到这个火箭这个摇臂的时候我一下就乐了。火箭这个发射这个支撑臂，我一下想到了他们的摩托车表演大军，是不是非常像这2个图片非常的有喜感，但是喜感背后实际上是有一定实力的。在1963年印度在顿巴建成了第1个火箭发射台，实现了第1次探空火箭的发射。在1975年的4月19号呢，印度就发射了第1颗自制卫星当然是它是从苏联的火箭发射场发射成功的成为了世界上第8个具有独立卫星发射能力的国家。那从1990年以来印度航天计划也取得了比较长足的发展。印度成功发射了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如 GSLV 和 PSLV 系列火箭。此外呢，印度还实现了月球和火星探测器的发射。根据印度官方媒体报道印度航天研究组织叫 ISRO， 在1975年成立，是印度航天工业的主要研发机构。那2022年印度呢宣布计划在2024年发射这个月船3号，现在提到了2023年它目的就是实现这个软着陆，并登陆这个月球，部署月球车。此外呢，印度还计划在2024年发射这叫 Shukrayaan Venus 探测器，对金星进行首次的研究。那当然明年呢，印度和日本还有一个计划合作发射叫鲁奈资源星探测器，也是对月球资源呢进行全面调查。总的来说在过去20多年里边呢，印度这个航天工业还是取得了比较长足的进步保持在第3梯队。那第1梯队呢就是马斯克和美国以及欧盟。第2梯队呢是俄罗斯和中国，第3梯队呢是印度和日本。那为啥把马斯克单拿出来呢？因为马斯克他的发射记录太耀眼了，就跟我们说比较全宇宙的钢铁工业的时候，一定要把河北钢铁拿出来，是吧？是一个道理这是我个人看法所以这次印度的月船3号登月是印度这几十年来航天工业的一个成就的一个检阅。那从最初的卫星发射到独立研制这个运载火箭和开展深空探测，印度的航天工业确实正在稳步发展。那别的不说了，我要去看印度发射的这个直播回头呢再给大家做继续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